你值得被爱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想象一个场景，你在公司连续犯错，专案没完成，被主管责备，回到家里，发现水槽满满的碗还没洗，地板乱七八糟，甚至连你头发都乱成一团。你站在镜子前，问自己一句残酷的问题：这样的我还值得被爱吗？很多人心底都有这样的疑问，我们总以为只有变得更好，才有资格被爱，要有成就，要会打扮，要善解人意，才不会被抛弃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是一个让我们越追越累的幻觉？在这个成就挂帅的时代，我们的价值好像总是被表现绑住。学生时期考高分才被夸奖，考不好就被责备，职场里有业绩才被看见，出错就被边缘化。感情中有人觉得自己要更漂亮，更聪明，更懂事，才有资格留住对方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内心默默写下一个公式：我值得被爱等于我表现得好加我没有缺陷。这样的信念让我们活得很累，因为没有人能永远完美。你总有狼狈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甚至是彻底崩溃的时候。如果爱只建立在变得更好之上，那么一旦我们跌倒，爱是不是就不再存在？嘉恩是一个很用心的女生，她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努力做到最好，随叫随到，不抱怨，不任性，甚至刻意去迎合男朋友的兴趣。她觉得只要自己够完美，男朋友就不会离开。但矛盾的是，男朋友却常常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他感觉嘉恩不像自己，而像是戴着一张完美女友的面具。最后这段感情还是走向结束。分手后，嘉恩陷入自责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还需要再更优秀一点？但事实上，他失去的不是因为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他在爱里失去了真实的自己。很多人把爱当成交易，我给你我的努力，我的付出，你就回报我爱与肯定。但真正健康的爱从来就不是交换，而是接纳。一段成熟的感情里，伴侣之间不只是因为对方做对了什么才去爱，而是因为对方就是他自己，就值得被爱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必须每天戴着面具才能被爱，那么这份爱其实不是爱，而是对方喜欢的角色。真正能让人安心的爱，是即使你软弱，你失败，你不在状态里，对方依然选择留下。俊泽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业务员，每个月业务成绩都冲第一名，但后来他因为身体出了状况，不得不暂时休养，收入锐减，整个人也陷入低潮。他很害怕妻子丽玲会因此嫌弃他，甚至离开他，于是他刻意隐瞒状况，假装还一切正常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忍不住情绪崩溃，对丽玲说：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一点价值都没有了？丽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只说了一句话：你是我的丈夫，不是我的业绩表。那一刻，俊泽的眼泪溃堤，他才明白，原来自己一直以为的价值和被爱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等号。其实，我们之所以难以相信自己本来就值得被爱，有几个深层原因。一、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如果从小成长的环境里，父母只在你考高分或乖巧时才表扬你，你就会潜移默化地以为爱是有条件的。二、社会比较的压力。网络世界每天都在放大谁更美，谁更成功，
谁更幸福，让我们下意识觉得不够好的人就不配被爱。3、自我否定的习惯。有些人内心一直有声音在说，你不够好，你还不值得。这样的自我批评让我们无法好好接纳爱。如果说一句最重要的提醒，那就是你值得被爱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真正的灵魂伴侣，不是因为你满足了他的条件才选择你，而是因为他看见你的全部，包含优点与缺陷，仍然愿意爱你。爱的美丽就在于它能够超越表现，直达存在。就像一个婴儿什么都不会做，却能被父母深爱，因为爱的核心不是成就，而是关系。月宁过去总觉得自己要有好工作、漂亮外表、完美形象，才有资格被爱。但一次大病后，他失去了许多光环，却意外发现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依然在他身边，没有因为他变差而疏远他。那一刻，他终于体会到，原来我不需要更好也能被爱。从那之后，他的爱情也改变了，他不再战战兢兢地担心失去，而是能更自在地做自己。他说过一句很动人的话，当我知道自己本来就值得被爱时，我才真正开始懂得爱人。结语：先爱自己，才能遇见真正的爱。如果你总觉得必须变得更好才配得上爱，那么你的爱情很容易变成一场压力游戏。但当你能够相信，就算此刻不完美，你依然值得被爱，你才能在爱里自由、真实、不惧怕。所以请记住这句话，你值得被爱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这就是灵魂伴侣养成计划的第一步，在寻找爱之前，先让自己相信你早已配得上爱。